快看那里，海市蜃楼，这里就是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地方，也是中国最容易看见海市蜃楼的地方——蓬莱阁。它是中国古代的4大名楼之一。秦始皇、汉武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，曾经千里迢迢来到蓬莱仙境求仙问药。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在这里幸运地看见了海市蜃楼。日本人当年炮轰蓬莱阁，竟然连炮弹都没有爆炸。蓬莱阁里面的秘密太多了。里面还有活了118岁的道教老祖陈抟留下的长寿秘密。传说只要能够看懂的人，就能长命100岁。很多人都听过蓬莱仙境，但是没有进去过。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蓬莱阁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。走吧，看见海市蜃楼概率最高的季节呢，就是春夏夏秋交替的季节，尤其是在阴雨过后、雨过天晴的时候。所以今天呢，刚好是阴天，我们看见海市蜃楼的概率啊，还是非常大的。丹崖仙境，跨过这座门呢，咱们就进入到仙界了。但是进去啊，有个规矩，一定要从中间这个门大跨一步，这叫一步登仙。如果不小心只跨了半步，成个半仙，那就尴尬了。两边还有2个门，千万别走，那叫旁门左道。成仙的方式，咱们要光明磊落。来，一步跨进去，带你们一步登仙。大家可以打出4个字：一步登仙。进入蓬莱仙境以后呢，这里有一个龙王殿，是祈求风调雨顺的地方。相传当年苏东坡来到这里5天都没有看见海市蜃楼，于是就来到这里祈求龙王，让他有幸能够看见一次。结果第2天，苏东坡真的就在这里看见了海市蜃楼，所以在这里面留下了一副对联：龙愁丹崖，所期和风甘雨，王应东坡，知岛翠府重楼。进去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因为当地有个玩笑说，中间这个门呢是龙王的贵客走的，两边呢是沙兵蟹将走的，你们都是龙王的贵客。阿波今天就带你们从中间这个门进去看一看龙王到底长啥样。走吧，这位呢就是东海龙王敖广了，他跟我们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是不是不一样？脸是不是很黑？那为什么龙王的脸这么黑呢？因为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，龙王呀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的，所以老百姓呢就觉得呀，乌云密布的时候才会大雨倾盆，所以龙王的脸呢就是黑色的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当时百姓在祈雨的时候，龙王就是不下雨，百姓一气之下呢，就把龙王给抬到了太阳底下暴晒，结果脸就给晒黑了。脸晒黑的时候，天气乌云密布，结果真的大雨倾盆。你们说奇不奇怪？现在带你们去看一看活了118岁的道家老祖陈抟在蓬莱阁留下的长寿秘密到底是什么？走，这个字呢，应该很多人都不认识，它就是长寿密码。它是一个草书写的寿字。相传呀，陈抟老祖当时活了118岁，很多人都千里迢迢去问他请教长寿的秘诀。后来他就写下了这个字，来告诫世人。你看这上面像不像一个人在运动？说明啊，我们的生命在于运动。中间这里像一个福字。福就是不的意思，不要做对身体不健康、不利的事情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熬夜，不要焦虑。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树林的林，告诫我们呀，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，这就是长寿的秘诀。看起来简单，要真正做起来，还真的挺难的。也祝愿看到这个字的人都能够健康长寿。大家可以打出4个字：健康长寿。这棵树专门治你家老公的驴脾气，它是唐朝时期的千年古槐，比蓬莱阁建阁的时间还要早。相传呢，吕洞宾啊跟铁拐李在这里下棋的时候，因为天气太热了，铁拐李就从葫芦里面拿出了一颗种子扔在地上，不一会儿就长成了参天大树。张国老闲着没事呢，就来凑热闹看他俩下棋。结果呀，看得太入迷了，张国老的毛驴呢就把槐树的皮呀给啃掉了一块。人要脸，树要皮，张国老呢要赔呀，于是呢就施法一巴掌拍在了驴屁股上，用驴皮补上了树皮。所以现在啊，你过来看一看，这块树皮的颜色跟其他地方还是不一样的。这里呢就是蓬莱阁的主阁了，也是传说中呀神仙聚集的地方。蓬莱阁呢是中国古代的4大名楼之一，它没有黄鹤楼的恢宏，也没有滕王阁的俊美，更不如岳阳楼的气势。为何它能够被称为4大名楼之一呢？首先呀，它是古代4大名楼当中唯一没有重建
保持原址原貌的一座古代建筑。其次呢，它是建在海边丹崖绝壁上的一座千年古建筑。在900多年前，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建造出如此阁楼建筑，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其次呢，是这里是中国最容易看见海市蜃楼的地方。试问中国还有哪个地方能够像蓬莱阁一样宛如人间仙境？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看海市蜃楼。我们往那个方向走。如果幸运的话，今天这个天气是最容易出现海市蜃楼的。这边呢写了一行字：海市蜃楼最佳观景点。大家往对面那个位置看，前面呢就是经常会出现海市蜃楼的地方。那到底什么才叫海市蜃楼呢？其实咱们中国呢，在海上的自然奇观大概有3种。第一种呢叫平流物，第二种呢叫海姿，第3种就是海市蜃楼。平流物呢，就是海上起雾或者海上的小岛起雾，宛如仙境一样，这叫平流物。第二个海姿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眼睛能够清楚的看到，它会断断续续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，跟实际的景色不太一样。这个呢，可以简单的理解叫海姿。那么海市蜃楼啊，是最神奇的，因为当年秦始皇来到蓬莱的时候，就看到了海市蜃楼，于是跟徐福呢就去朝着海市蜃楼的方向呀，划着小船。越走越近的时候，发现海市蜃楼离他越来越远，最终呢消失在了茫茫的大海之上。后来秦始皇以为是自己诚心不够，神仙还不愿意见他。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海市蜃楼皆幻景，身在蓬莱即是仙。今天来到蓬莱仙境，我们的每一位家人都是神仙。这里呢就是传说当中七仙女的家了。在天仙配当中，七仙女说呀：我家本住蓬莱村，出了这道门便来到了凡间。也祝愿以后所有能够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的单身男女，出门就能够遇到你心目当中的小仙女。那么都知道七仙女的母亲是西王母，那么你们知道七仙女她爹到底是谁吗？你们肯定会猜错。进入蓬莱阁，我们宛如进入到了仙境一般。出了这道门，阿波就要带你们回到凡间了。在这里呢有个规矩，一定要回头大笑3声，哈哈哈！也希望你们在红尘当中能够一笑泯恩仇，能够笑口常开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走进山东的南山大佛。